让 In 侦查 early 员兴奋的 2008, 是， an 一 unusual 名戴着 ritual 鸭舌 spread 帽 through 的 the 存 city 款 of 者 Zhengzhou. 出现在了自助 After 银行的 withdrawing 监控 cash, 录像里。 citizens held their notes up to the ATM security camera. 经 A 银行 small, 工作人员辨认， anxious gesture 监控录 born 像 of 里出现 fear. 的鸭舌帽其装束和在银行柜台提取大额现金的人完全一致。古多监控录像里的鸭舌帽，是否就是警方要 That 找 fear 的 had 存 its 入origin 30多万假 13币 months 的 earlier. 犯罪嫌疑 On 人？ the morning of August 从鸭 13, 舌帽异常的举动， 2007, 警方推测 a commercial 此人 bank in the 嫌疑 ancient 重 city of Anyang made a routine discovery that would haunt 动 its 作看 staff 着 for months. 很明显，摇头晃脑，他在不停地往周围看。进去以后，在存取款的同时，不停地往四周看，看有没有其他人进来。一旦发现有其他人进来以后，然后就很快的把这一笔办完结束以后，扭头就走，然后在附近等待，看到自助银行没人以后，重新进来继续作案。监控录像显示，犯罪嫌疑人在安阳的作案时间是8月12日，而郑州作案的时间是8月11日和8月13日。多次更换 Inside the 作案地 machine, 点，要想追溯到嫌疑人的踪迹，困难重重。 308,100 renminbi in counterfeit notes. To the naked eye, they were virtually flawless. Even veteran inspectors could not tell them apart. 只有确定嫌疑人身份以后，才可以展开其他的工作。嫌疑人身份如果你不确定的话，这个单独一张照片去找一个人，这个不好搞。An ATM designed to detect forgeries had accepted 11月 everyone. 的西安， Investigators called it, in their understated 犯罪 way, 嫌疑人 a 毫无 once 规律 in 地 history 四处 event. 流窜，加大了警方跟踪的难度。而此时，安阳警方追踪犯罪嫌疑人已经3个月了。犯罪嫌疑人如果骑电动车的话，我们也得骑电动车；如果他们打车的话，我们也得打车；他们步行，我们步行。The trail led not to insiders, but to a single customer who, on the day of the discovery, had withdrawn 49, then 48, then 36,000 renminbi at the counter, wearing a long-billed 在 cap. 自助银行取款后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将钱币举向银行监控摄像头，已经成为当时一些郑州市民自我防护的方式之一。为什么在银行取出现金后会有如此举动？那还得追溯到2007年8月份的一天。哎，你好，身份证，哎，是的。 2007年8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我们接到安阳某一商业银行的报案，称在他们的这个自动存款机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假币。安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发现假币的银行。身份证，哎，是的。2007年8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我们接到安阳某一商业银行的报案，称在他们的这个自动存款机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假币。安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发现假币的银行。自动存取款机里的假币数量让经侦支队的侦查员吃了一惊。在现场经过清点，我们一共清点出30万零8100元的假币。
侦查员对存取款机内发现的假币进行了仔细辨认对比，假币的逼真程度让有丰富经侦经验的安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强都大感意外。单从肉眼根本无法识别，就拿真币和这个假币相比较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工作人员，也很难发现出来。而让警方疑惑的是，具有强大防范功能的银行自动存取款机，竟然也未能识破钞票的真伪。因为他们这个自动存款机可以说识别这个假币的这个本领，应该说是非常强的。但是这次的话，我是怎么就对这个假币肉眼根本无法识别，就拿真币和这个假币相比较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工作人员，也很难发现出来。而让警方疑惑的是，具有强大防范功能的银行自动存取款机，竟然也未能识破钞票的真伪。因为他们这个自动存款机可以说识别这个假币的这个本领，应该说是非常强的。但是这次的话，我是怎么就对这个假币就这个无从识别，全部都输进去了。一时激起千层浪，30多万假币出现在银行的自动存取款机里，这种几乎为零概率的事儿，竟然成了现实。而且在安阳的历史上 ，Over 7 hours across 3 self-service branches, he deposited counterfeits and extracted more than 240,000 RMB in genuine cash. 第一次听说，那以前觉得不可能。现场勘查结果，存取款机没有任何撬压、拆卸痕迹，假钞就是正常存入的。那么，谁最有可能将假币存入自助银行呢？这个对他们凡是能够接触到就是自动存款系统的，工作人员，咱都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然而，经过调查，警方认为银行内部的工作制度十分严密。如果假钞，还是往里存钱，还是往取钱，是吧？这个复查都要有最起码3个以上，这个有领导代班监控一块，防止有出现内鬼。警方通过层层排查，彻底排除了银行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而与此同时，这家银行出现假币的自助网点已经增加到了3处。银行工作人员提供了一条线索，引起警方注意。过调查，警方认为银行内部的工作制度十分严密。你不管降钞，还是往里存钱，还是往里取钱，是吧？这个复查都要有最起码3个人以上，这个有领导代班监控这一块，防止就出现他们内鬼。警方通过层层排查，彻底排除了银行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而与此同时，这家银行出现假币的自助网点已经增加到了3处。银行工作人员提供了一条线索，引起警方注意。案发当天，曾有人在银行柜台通过不同银行卡支取过3笔大额现金。大额的支取了3次，其中呢一次是49020块钱，另一笔呢48020，第3笔呢就是36020。警方推测，犯罪嫌疑人存入假币的目的是套取真币。为了在短时间内套取最大数额的真币，银行柜台显然要比取款机以后扭头就走，然后在附近等待，看到自助银行没人以后，重新进来继续转。His cap sat low. His glasses caught the glare of the lens, and his face remained a blur. The 7 bank cards he used were all opened under false identities. 监控录像显示，在案发前一天的中午12点多，一直到晚上7点左右，鸭舌帽相继出现在3个案发的自助存取款机前。8月12日中午12点53分左右，鸭舌帽进入安阳市红星路自助银行取款，半个小时后离开。当天下午3点18分到3点53分，鸭舌帽在安阳市曙光小区存款。当天晚上6点左右到晚上7点多，鸭舌帽在安阳市刚二路用1个小时时间大额存款。存款量这么大，而且在存款之后又迅速的取，这个明显是很反常，应该是确定这个嫌疑人身份，从这样可以去。鸭舌帽的行为举止反常，而且近7个小时内往返于案发现场，
除鸭舌帽之外，别无他人。 Then came a break. In Zhengzhou, a second city's surveillance caught the same figure with his face fully visible. 2 cities, 1 criminal, still no name. 在这个时段，就这嫌疑人在作案。在确定了鸭舌帽就是犯罪嫌疑人后，警方对其用假币套取的真钞进行了清点。 他就是把假币换成真币，就是取走了就是24万多块钱。这个鸭舌帽比较长，鸭比较低，而且戴眼镜。这个镜头有蓝摄像头对着反光，这个当面呢看得很清楚。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但嫌疑人面目不清，警方依然无从下手。犯罪嫌疑人存取现金的多张银行卡客户信息，成为警方的最后一条线索。总共开始是信用卡，但是信用卡都是实用的。这个鸭舌帽呢比较长，压的比较低，而且戴副眼镜，所以说镜头呢，这个咱这摄像头对着它以后呢还反光，所以造成面目呢看得不是很清楚的。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但嫌疑人面部不清，警方依然无从下手。犯罪嫌疑人存取现金的多张银行卡的客户信息，成为警方的最后一条线索。总共开取的是7张卡，但这7张卡都是使用的外地的身份证。4304、1219。没有符合条件，记住。 这个假身份证，故意说假身份证，查不出来。这些都是牛头不着马嘴的，一看这身份证，都是在手腕面上，就是制假的。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办理银行卡的身份证都是伪造的，监控录像中嫌疑人的面目又无法看清，侦查员一时无从下手。 正在这时，郑州方面传来消息，郑州市某自助银行也发现大量。 His only mistake was a phone call. Caught briefly on the bank's audio, his voice betrayed an accent from southern Hunan, the 郑州方 Shaoyang 面传来 region. 消息，郑州市某自助银行也发现大量假币。而让安阳警方为之一振的是，郑州这家银行的监控录像中也出现了一个戴鸭舌帽的人。安阳警方确定。 从装束上来看，这一戴鸭舌帽的人与安阳银行监控录像里的嫌疑人是同一个人。而更让侦查员兴奋的是，郑州这个鸭舌帽的真面目清晰地显露出来。因为案件发生以后，我们到郑州和这个郑州被侵害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假币进行比对，就是说我们可以确认，就是一伙人所为。可与此同时 Investigators traveled 陷入了 south. 另一个困惑。 Within a week, a name 尽管 surfaced. 嫌疑人已经 Lu 露出了 Jun, 庐山真 the 面。 man with the mole beneath his nose. He was not alone. 基本上能够 Two relatives, Huang Hai 警 and 方 Qing 马上组 Gulin, 织声音专 moved 家 in his 进行鉴 orbit. 定。从口音基本上能够确定是湖南人。警方马上组织声音专家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嫌疑人的口音为湖南长沙以南邵阳市一带的口音。从嫌疑人接听电话的细节中，警方断定犯罪嫌疑人还有其他同伙。除了这个鸭舌帽之外呢，随即，专案组南下湖南邵阳，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搜寻嫌疑人的踪迹。侦查员划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段，在大量符合条件的人群中排查。经过1个星期的比对，一个名叫吕军的人进入警方的视线。然后在邵阳警方基本上把犯罪嫌疑人就是戴鸭舌帽，脸上黑着的人锁定了。而随着进一步跟踪调查，警方发现，最后最终了解到吕军、黄海、金国林这帮人。湖南邵阳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搜寻嫌疑人的踪迹。侦查员划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段，在大量符合条件的人群中排查。经过1个星期的比对，一个名叫吕军的人进入警方的视线。在湖南邵阳警方积极的配合下，把犯罪嫌疑人就是戴鸭子帽，脸上长黑痣的人锁定了。而随着进一步跟踪调查，警方发现，最后最终了解到吕军、黄海、金国林这帮人，平时经常在一块聚集。侦查员还发现，吕军、黄海、秦国林3人并非一般朋友，而是亲戚。他们3个都是亲戚关系，这个吕军呢，和这个黄海，他俩是姑表亲。秦国林呢，
他跟黄海他俩是一表亲。而且从外部特征来看，三人外出时的 The detectives made a deliberate choice. Do not strike too soon. To arrest only one would be, in their words, half-cooked rice. They would wait and follow. 警方随即对黄海、秦国林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黄海曾因使用假币被警方处理过，而此次三人聚首，很可能是密谋再次作案。如果说我们仓促的下手，这个抓了这个押车帽，对其他的成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的话，那可能就是一锅加生饭，对这个案件的后续的这个审讯啊，后续的这个取证啊，肯定会带来很大的障碍。所以当时我们研究的这个策略就是说，放长线钓大鱼。侦查员一边跟踪一边等待时机。可是吕军、黄海、秦国林三人在湖南当地，并没有让警方抓到任何把柄。因为他这个行动质量不定，而且在湖南一个我们相关证据不好取，他回到当地以后也不在作案。虽然没有大的举动，但三个犯罪嫌疑人却经常往返于湖南、山东、陕西等地，为再次作案擦一点。可是吕军、黄海、秦国林三人在湖南当地，并没有让警方抓到任何把柄。因为他们几个行踪不是那么固定，而且在湖南一个我们相关的证据不好取，他回到当地以后就不再作案了。虽然没有大的举动，但三个犯罪嫌疑人却经常往返于湖南、山东、陕西等地，为再次作案踩点。就转移到山东，山东的济南、淄博、青岛。11月初，三个犯罪嫌疑人再次返回湖南，并蛰伏起来，长时间没有任何举动。侦查员怀疑，犯罪嫌疑人是否就此偃旗息鼓了呢？1个星期后的一天，侦查员向专案组报告，犯罪嫌疑人买了3张去往西安方向的车票。专案组判断，犯罪嫌疑人吕军、黄海、秦国林要有。In November, the trio resurfaced in Xi'an. 3 months of patient surveillance revealed a small weakness. They dined only at Hunanese restaurants. 而警方在这些不停的变换中，努力摸索着3个嫌疑人一丝一毫的规律。我今天到这个点吃饭，明天到这个点吃饭。但是后来咱们跟踪他之后呢，慢慢的他锁定点都集中在湘菜馆这块。固定的饮食习惯把犯罪嫌疑人圈定在固定的地点。侦查员得知，第2天犯罪嫌疑人将再次聚集在这家饭店。所以有时晚上呢，可以说睡不了5个小时，所以那种兴奋劲儿啊，就说马上这个案子就要水落石出了。第2天上午，犯罪嫌疑人黄海、秦国林看似一如既往的闲逛。1上午的时间过去了，而此时埋伏在饭店附近的侦查员一直在猜测，黄海、秦国林、吕军会再次聚集在这家饭店吗？他最后集结地，他就选择他那个吃饭那个地儿，原来湘菜馆。在确实认为他没有什么后边也没有人跟踪，没什么妨碍情况下，他才平心静气的坐下来开始吃饭。各位都准备，来依靠方案实施抓捕。好，准备好了没有？开始行动。Inside one such restaurant, 2 of the 3 sat down to eat. The signal was given. The arrest began. 尤其是黄海，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海，我怎么了？其实呢，他不知道我们侦查之间一直在跟踪他，他没想到我能把他的真实面目能弄清楚。此次抓捕共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海、秦国林。他这个信息呢，就是说，弑父尽快人赃分立。警方断定
不停打电话发送信息的人就是吕军，而此时的侦查员心急如焚，因为犯罪嫌疑人之间每晚的固定时间都要发送信息，互相报个平安。如果没有联系，其他人就将赃物及作案工具转移。而此时落网的犯罪嫌疑人黄海却只字未说。我刚才已经问你了，跟谁一块来的？这个电话谁打给的？咱审讯了将近12个小时。 For 12 hours, Huang Hai said nothing. But Qin Gulin broke. He named the safe house, a railway guest house, and nearly 30,000 yuan in counterfeit notes were recovered alongside the tools of the trade. 但是什么也没说。同学，这包是谁的？问你呢，九国连，问你呢，你背那包是谁的？黄海的。那我问你啊，包里的钱哪来的？啊，看着，包里的钱哪来的？警方终于从另一个犯罪嫌疑人秦国林那里打开了缺口。秦国林交代了藏匿作案工具和假钞的窝点。最后他顶不住，就是交代了，就是说他的居住地住在就是铁路招待所。在黄海、秦国林的临时窝点，警方搜出拼接好的假币近3万多元，部分没有加工完成的假币近1000元，和为套取真币而购买的大量香烟。此时天已放亮，漏网的吕军会冒险回到临时窝点转移赃物吗？我们就是将计就计，就是采取了就是说蹲点守候，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就是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落网。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可吕军仍然不知所踪。直到下午3点，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警方的视野里。 The third man, Lu Jun, knew his accomplices had gone quiet. He came anyway. At 3 in the afternoon, he walked into the trap. 他是冒着很大的就是风险去的，因为他也知道凶多吉少，已经联系不上，但是我还必须去。如果他们被抓捕了，那就通过一切；如果没有抓捕，我可以把这个作案的一些那个假币和工具呢进行转移，进行销赃。张海，这个。看的是我们进来，咱忙一下。The mastermind was Huang Hai, quiet, unremarkable, organizer and financier. The gang had been operating since 2004, across more than 10 cities, producing over 3 million yuan in forged currency. 河南省安阳警方转战郑州、长沙、潍坊、西安等10余地市，历时3个多月，终于将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海、秦国林、吕军抓获。看似忠厚老实的黄海，既是组织者，又是出资人。据黄海、秦国林、吕军交代，偶然的一次机会，黄海竟然把一张假币存入了自动存款机。黄海茅塞顿开，感觉这是一条快速发财的门路。之后，黄海拉来了亲戚吕军、秦国林等人共同致富。没想到，河南省安阳警方打碎了他们的黄粱美梦。黑的地方就是并不是煤炭就是能搞进去，能搞进去的话，我们湖南人我就不可能跑到河南来了，是这样的。我一直在想，我这个罪是犯的是很大的，我真的很后悔，因为对不起我的父母和我的孩子，特别是我的小孩，他才10岁。眼泪洗刷不了罪恶。该团伙从2004年开始，先后在全国10多个城市作案10多起，变造假币竟达300余万元。河南安阳检察机关以涉嫌伪造、变造货币、使用和运输假币罪，现已将黄海、吕军、秦国林等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Under Chinese law, the forgery of currency carries a penalty of up to life imprisonment or death. Tears, the prosecutor observed, cannot wash away the crime.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0条规定，伪造货币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 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2. 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3.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